在2026年的夏天，我在阳谷县的废品收购站发現了这个大玩意儿。这个家伙的轱辘已經創得翻了，輪圈上面還寫的卡瓦迪的，但是這個也是創掉了一大塊，估計原車主也是凶多吉少了。但是他的排氣管呢，用手一敲，當當的，我懷疑是一根鈦合金的。發動機從外觀來看還算不賴，但是也卡漏了2個大眼子。但是這車總給我感覺它不像是一般炮的，應該是個大排量的暴躁猛獸。老闆賣咱7.5元1公斤，他還剩244斤，我就這麼的給他提溜了回來。我覺得如果能給他修好，再賣給你班同學，必也能掙個5位數。但是這車呀，老慘了，排氣管的後車座還有這個油箱都撐得有皮沒毛。不過這個發動機卻看起來是相當的完整，所以你先戴好手套，咱倆要幹活了。你來看它這根減震已經創活癟了，而且這根減震也是彎了。如果原車主戴的頭盔的質量不行，他恐怕真的凶多吉少了。真是可惜了，這2根倒置的金減震，一根直接創脫節，另一根也是懟彎了。當時的重擊力得老大了。這個排氣管呢，它真是一個鈦合金的，拿起來挑起來了。拿下他這個大油箱，希望他別給咱倆壞得太離譜。這車損壞的零件也基本都拆了下來，而且我還發現這車的主車架是通體鋁合金的，它的做工用料真的好。但是它前面的電線也是損壞嚴重，這個也都幾年戶了。現在咱倆就要給這些損壞的線路簡單的包回去，但是這車的鑰匙卻找不見了。不過也沒有關係，就這種鎖對我來說都是輕鬆一扒拉就開了。以後你車鑰匙要丟了的話，記得給我打電話，我去救你。搞定了這車的鑰匙，恰當外接大電源，我想要嘗試啟動一下。剛碰上它的正極，就傳來好的信號。後邊這個燈雖然外殼壞得厲害，但它依舊在工作，而且前面的喇叭雖然破呲啦的響，但也是有動靜。我覺得這車咱倆大概率是撿到肉了。你媽，操！這怎麼？哎呀，這怎麼了？唉，完了個蛋兒！這車上面還有短路的地方，這活又壞菜了呀！剛才應該就是這根線導致的短路冒黃煙，也不知道它是短路還是打鐵了，也不知道通在哪。我給他們都重新拆開，再捋了一遍。我以為他這回不會再有問題了。這嘎又給咱倆漏上油了，不過這個發動機倒是可以丟丟轉，證明這個發動機裡面沒有被卡死，但是它這嘎也是漏了2個大眼子。我覺得咱倆這樣不如給這個發動機抬下來，如果它是好的，咱倆就繼續給整車修回去；如果這個發動機完犢子了，咱倆就不如給它賣破鋁得了。好下這2根軸，這裡面竟然是中空的，看來它真的是極限的減重量。儘管這樣，但它的發動機卻依然老沉了。就這個大發動機，要擱我年輕那會兒，就它我都是輕鬆一蹦就下來了。從現在來看，也就這個濾芯還有這2個卡了個眼子，在攔路跑算是撿到漏了。我告訴你。你天天說撿漏，我從來沒看你撿多大漏。你放心吧，這次絕對是大漏，你就幫我拿濾芯棒子，我給這個濾芯先換了，回來我還給你個小驚喜呢。行，是這個嗎？對，沒錯，就是它。你拆掉它這個漏油的濾芯，再拿下這個卡碎的邊蓋，這個濾芯還挺慘的。不過呀，就這個濾芯，
我只需要稍微動用一點股氣量，我就能整一個新的出來。但是這邊卡車的這個邊蓋是真的沒有半點的辦法給它搶救回來，但是它這個發動機的內部卻看起來非常的乾淨。我堅信咱倆是撿到了大漏。我又在街市買了這個拆車的邊蓋，但是它裡面竟然是膠水粘的。我還一起買了個排氣的前端，就這兩個破玩意兒，又花了咱倆960元。我一刻沒等，拽出他的高壓包，薅下他的花塞，看起來還算不錯。我要給他量一下鋼壓，如果他的鋼壓夠，就證明這個發動機沒有問題。他這嘎有10個多的压力泵出來，這車的動力得老衝了呀。既然它的鋼壓足夠，咱倆就可以試着装回它的電線，對上插頭，再給它外接一個油壺。現在這台發動機就滿足讓它再次復活的所有條件。我要嘗試啟動它了，做好運。不对呀，它现在是干乎乎不启动。按正常来说，它已经有油有電，就應該着車了。難道還是電的病？我直接薅下它的花塞，對在鋼蓋上測試，果不其然，這樣沒有火蹦出來。毛病就應該是在它的線路上了。這車撞得太慘了，前面少了一大堆的東西。我瞎模糊的從後面一根根線的往前捋。我懷疑是這車缺少儀表的事兒。我又從結實給他整了塊表回來，就這塊表都幹了咱倆800多呢。當然，這個錢也是花瞎了，但這嘎依舊沒有高壓電蹦出來。就這個卡頭玩意兒，我真沒招了，賠一根吧。就這樣，這車他擱置了10了多天，直到入伏的頭一天，我竟然發現了這車的維修手冊，我才知道在車頭前面有一個防傾倒的模塊裝稀乎了，是它導致的沒有高壓電蹦出來。我在後面的電腦板上直接給它分析零件，現在應該是好用了。喏，來了。來，這回算是有電了。花塞這嘎有高壓電蹦出來，我趕緊的懟回它的線圈，插上外接油壺，2個壓力。現在它有油有電，可以嘗試啟動了，做好運。我操！耶！你妈！真是！你妈呀！真的吗？哎呀！它這個發動機現在雖然是能啟動了，但我覺得這車應該是犯點什麼縮道了。擦！雖然它是一台有故事的車，但它不至於這個德行啊！我是可以一腳踹開大號電瓶的人，也是有黃子兒的人。別走兵了。現在已然可以確認這個發動機沒有任何的問題，只是這車可能是有太多的不甘心、不情願。現在咱倆就要去給這個整車去除全部的糟粕。拿下這個後輪，這車就全部的拆乾淨了。現在我就要用這個冒涼氣的乾冰去除全車所有的糟粕。
車架上的糟粕還有輪毂上的污穢還算相對容易清除，但是這個油箱就沒那麼簡單了。這嘎有個大別，這塊也是蹭脫了皮了。油箱另一邊的防滑墊一拽還能帶下一大塊油漆，這個油箱蓋上面還是打了這麼厚的原子灰，這車應該是不止一次發生嚴重的事故了，弄不好上次的故事更慘烈。我用熱风槍一邊給它加熱，一邊用小鏟子抠它的油漆，差不多給它抠下了2-2层的漆皮。這車真的是老慘了。這個大坑我用的是修復機，先一点点給它揪平，然後直接扔到喷砂机裡喷砂扒皮，去除它最深层的糟粕，也讓它显了原形。更不知道上次是哪個活爹幹的活，把这个油箱切割開，再用焊锡給它修補回去。現在咱倆也只能用這個頂級的福隆式焊機給他們都焊接回去。也友情提示，戴好你的墨鏡。然後就可以把這個焊接好的油箱立刻撥倒，直接噴塗環氧乙漆用來防鏽，再然後給它刮塗原子灰用來定型。第3遍油漆給它噴塗彈光綠打底，第4遍油漆是傳奇原廠綠色的命漆，第5遍噴上黃色珍珠，第6遍再噴塗高光的亮油，這樣這個油箱就可以先擱置一會兒了。這個是800號的中國紅，加在這個樹脂漆裡，用它來噴塗車架，這樣就可以完全的壓制這車不安分的怨念。至此，这台車剩下的這些配件就算全部的壓制完畢，就這些漆面真的可以用锃光瓦亮來形容。現在可以給他們進行最後的高溫炙烤、固化、封印。就這個天這個溫度，在烤漆房裡幹這個活，實在是因為這個卡頭車有太多不着調的想法，還有咱倆的不甘吶。這個車架的紅真的是老閃了，油箱的綠也是透的珍珠黃，老亮了。而且它的貼紙我也是弄的血紅色，希望它也是能有點加持。現在這車剩下的這些東西，就算全部的清理完畢，可以給他們進行合體了。撕下這個 ZX-14 貼紙，這還在廢品站買的傳奇大跑車，就算修復完畢。它真的是太大了，而且它還有個中國名字叫六眼魔神。再而且你來看它這個油漆，我做的是老好了。以後你車需要噴漆的話，一定要找我，我不給你免費，因為這車現在已經可以完美啟動。怎麼樣？這車我就說咱倆是撿到了大漏，它現在真的可以用油油的來形容，並且這台車是我後面這面牆裡面所有的車，它的排量是最大的，它有1400cc。走，咱倆現在去試車。